雨墨，你不是应该和昌河待在客栈之中吗？怎会来此？那几个人之中，有一个是唐连月。所以，你是先跟踪的唐连月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快走吧。将我师兄身上的药人之毒解开，否则别想活着离开此地。是吗？苏家主，看样子有人是看不到我。穆姑娘，玄武使，你遇到麻烦了。希望苏家主能助我一臂之力。看来今夜有2块上好的磨刀石。诡异夜鸦，我很不喜欢旁边这位唐门翘楚，但我更不喜欢你这个肆意玩弄人命的家伙。神医说了，若是有机会见到你，便让我替药王谷除掉你这个叛徒。看来你很听我那位小师叔的话，但你想取我的性命，可没这么容易。去吧。此人是谁？他是我唐门的副门主唐连皇。若苏家主能助我救下大师兄，此恩情我定然此生不忘。恩情？为了报恩，你什么都肯做吗？只要不违背正道。废话。死吧！春水剑法，朝射。宇哥，为何不用18剑阵？唐连月想要救下他，而不是杀了他。18剑阵是杀人之术，无法救人。雨墨，先困住夜鸦。千珠之阵，起。并未练过这毒沙掌，是从雪薇身上引走的毒。也罢，只是小试一下这金身药人的威力。今夜就陪你们玩到这儿，我们走。休想逃！师兄。幸亏有白神医这条小蛇。该死！你方才已经看见了，就算你能找到叶阳，也无法从他的手中救出你的大师兄。他们究竟把我大师兄怎么了？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金身药人至少人是活着的，只是失去了意识，但武功会比之前更进一步。若我没猜错，唐灵皇虽然身为大师兄，年纪上比你大上不少，但你们2人武功应当是在伯仲之间。可方才他以1敌2，还占了上风。究竟如何才能破解药人之毒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，杀死药人的办法只有一种，一剑穿心，绞碎他的心脏。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急迫，可如今你大师兄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，便只能等。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
雨墨，我们走。师傅，要不你先回屋睡觉吧，我和长河大哥在这里等。我心不安，睡不着。深夜，等得无聊，我来变个戏法。什么戏法？给我。还可以这样啊！雕虫小技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看起来颇有几分狼狈啊！遇到了什么高手？唐门，唐灵皇。未来的唐老太爷，他终于现身了。那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不过，他怎么会对你动手？他被做成了药人。什么？唐灵皇居然被做成了药人？一个天境高手，居然被做成了药人？传说中最完美的金身药人，居然真的被他给制成了。李新月已经答应帮我们去联络琅琊王了，你说他会和我们合作吗？毕竟他应该很讨厌我们才对。他建立天启内卫司，就是觉得尹宗这样的影子不该存在。他喜欢光明正大，但我们似乎和这4个字没有关系。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安和，他会来见我们的。世人的偏见是很难根除的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他是琅琊王，若他的眼光和世人一样，那便代表着我们也选错了合作的对象。那就让暗河的潮水真正的涌入天启吧。我去地牢看看那小子啊！你们在这守着，有异动立刻唤我，啊！小心点啊！是唐天禄。若打起来，必然会引来所有唐门弟子，得想个办法引他们离开。这个，便交给我吧，我顺带去把唐莲月那个小徒弟救出来，并且，他还要唤我们雨墨一声师娘呢。小心啊！你们看好这里！孙影珠。宇哥，想必这便是那边月天蚕所致。怎么才能救下他？用火纹珠试试。可笑啊！冰月天蚕乃是天下奇物，就凭你的火纹珠，
还想解开唐连月身上的冰寒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啊！炎魔掌，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，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师侄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，莫非她出事了？他之前被丫带走了。果然如此。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几近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多谢神医。白神医，你可有法子救下唐连月？冰月天蚕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解？我试试阿火。蛇应该是吃蚕的吧？大概是吃的。阿火又是什么种类的蛇？凤仙火蛇。那这就是阿火啦。阿火可没有小青听话，知道叫他出来没好事，都不肯干活了。这就对了啊，干活干活。这屋子似乎没有方才那么寒冷了。是啊，而且在一点点的变暖。若是有天海炎珠在，此刻唐连月便已经能恢复正常了。这阿火虽说也是比较珍贵的炎性奇蛇，想要用它的火来解掉这里的寒，至少需要2个时辰，但也只能恢复正常，暂时还无法恢复意识。只可惜你们不会再有这个时间了。当暴雨梨花针的匣口对着你的时候，小心！你便已经死了。
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。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这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境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，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。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啊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啊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寺仪式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。自此之后和暗河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
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。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。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。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快滚！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些关于吴建成的人和事，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啊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安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神医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谷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，他一直都不喜欢义卜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得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。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
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，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布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此去一别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天启城。希望再次回来之时，能真正心无旁骛地走在长街之上吧。是心无旁骛的走在月光之中吧？那是你父亲所想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又在开这俗的玩笑。昌河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吧？你那也叫理想？别人的理想都是当为国为民的大将军，或者是拯救苍生的剑侠客。你，你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啊。那你呢？你的理想可以被称为理想吗？那是自然。我不仅要带领暗河走到那阳光之下，我更要成为那光芒。好，那我便做你的剑。驾！那我就为你们疗伤吧。要是医不好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爹给你们搜丝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。这里便是家园了，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妍，萧昭妍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，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。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
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，看似是个嗜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，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他姓易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易文君，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，那我吃亏了。哼，所以呢？什么？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。说到底，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，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可点燃他野心的，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帝。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，抢走了我的母亲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如今父皇年迈，隐隐有立储之意。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，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。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，母妃又因为那件往事而受尽白眼。江湖之上，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。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弱。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叫洛清扬。后来他成为了5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。木良城城主孤剑仙，现在是你的义父。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。怎么又成我们了？你这个哥哥，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。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仇视母妃，也看不起我。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，让这些人后悔。用亲情感动我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挺有趣的。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会死吧？我的亲人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我才刚答应帮你，你就给我安排任务，是不是也太心急了？的确很急，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。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
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。是。他是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但是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。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，白王萧崇得不到他，但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还有，这一路上，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你随我走吧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看他变成如今这样，着实可惜。不妨，你把他交给我。那你带他走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他走了。一刻都没有停留，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。走了就好。你派司空姑娘来，是料到她有这么一出。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，我不宜出现，所以便让千洛去代劳了。萧瑟，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哎，唐莲啊，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。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。是。哎，大师兄也要走啊？难道你也要走？哎，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，而且呢，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，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父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。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。此次回唐门，我若是无事，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英雄宴啊，据说还有比武夺魁。你要去参加？我定当夺得头筹啊！你大师兄曾经是三魁者，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。哇，那萧瑟呢？萧瑟你要去吗？反正打擂台这事儿，你可比我熟啊。滚！他可去不了，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。我去。你要去？我倒想看看啊，这傻子怎么出丑。那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们无双城待客的礼数呢？殿下都已经到了，无双城城主却还未出现，难不成要我们等他吗？我不是已经坐这儿了吗？什么？你个小豆丁儿是无双城城主？怎么了，萨明？回禀殿下，宋彦回并不在这儿，只有个小孩坐在那儿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散了！在下无双城新城主无双。萨明。阁下便是林先生所说的萧公子。幸会，萧愁。好你个萧瑟，难怪找不到你，原来躲在这上面偷懒啊！我刚算完账，就出来喝口酒，你就来了。爷爷枪练得怎么样了？我练到第4重了，怎么，比试比试？算了吧，明天再说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把我惹急了。
把我惹急了，我抽出无极棍把你打地上。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，有本事打呀！幼稚，财迷。你去过天启吗？帝都天启？没去过。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？没有雪月城漂亮，但是很大，大概有7、8个雪月城这么大。五湖四海的人齐聚，每天都很有趣。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，纯天然的，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。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，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。有机会带我去天启好不好？好。去吧，你在苍山待的时间也太久了。那你呢？百里一去未归，我又要走了。我是雪月城的城主，这整个雪月城就是我的江湖。你那徒弟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有了好转，但还是经不起半点折腾。他偏偏要跟你们一起去雷家堡。他去雷家堡做什么？他说他要亲眼看见雷无节夺魁。哼，荒唐的理由。更荒唐的是，我居然答应他。为什么会提出要去雷家堡呢？刚才我不方便说，但雪月城绝对是最适合你养伤的地方。你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如果此时离开雪月城的话，一定会有很多人要追杀你。不是有雪月剑仙陪同吗？有他在，谁能杀得了我？理由呢？我想看雷无节夺魁。这算什么理由？他好像已经继承了青龙令牌，但却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很好奇，这一路走下去，雷无节会成长到什么地步？只是如此。况且那傻小子要闯荡江湖，没有我的话，万一半路死了呢？我还是放心不下。可我也知道我是劝不住你的。其实那天你劝我回天启，可事后一想，却发现这并不是你会说的话。那天我说的那句话，是故意想试探你。谢玄说，有些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于是我便跟他打了一个赌。结果如何？我输了，不过我输得很高兴。那就好。罢了。谢轩此行也会去雷家堡，俺们还可以再见上一面，顺便聊一聊流转之术的奥秘。这可能勉强算是我同意他去的一个原因吧。有我同行，放心。寒衣，你很久没有出雪月城了，你就不想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？不去。哎，别回答的那么决绝啊！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就把百里大师兄给请回来，我们替你做主，就上那望城山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你看你，哎，罢了罢了。城主，他们都离开了吗？是的。这个皇子不简单啊。可这历朝历代，有过目盲的皇帝吗？无双城不是也没有过记性这么差的城主吗？总有第一次嘛。你已经把他记住了吗？白王萧崇，回去处德川自掌侧剑锦玉，外表平和。剑术德川自怒剑蝎炎战天，内敛杀气。我记性不好，只是因为我只记得值得我记住的人。
不过以后你可要小心了。他对你有什么安排没有？说是静候时机，等待入天启，在此之前不要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。如果把天下比作棋盘，我们无双城比作棋子的话，还未到落子之时。我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，我想成为下棋的人。哎，在这雪月城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说你要告别，也对着雪月城门口，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？这不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你说我们都要走了，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？说谁坏话呢？哎，大师兄，如意姑娘也在啊。知道你今日要走，特地过来送你一程。哦，萧瑟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嗨，他呀，他在城中打算盘，打的是心烦意乱。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，透透气，看完就回来了。正好，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。若意姑娘，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雷门。我师父，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，你说这话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无妨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呢？他不是也要去吗？阿姐说她能日行千里，让我们先行一步，之后她自然会追过来的。好。那，大师兄，我们先去雷家堡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我还要看你夺魁呢。行，走了。撤！叶姑娘，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？恰，李然少年气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当他重临天启之日，你会站在他身边。小子，来拿着。哎，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去望城山。去望城山干什么？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。你想想啊，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，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我师父、我姐，还有望城山上那位，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。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，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。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，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？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行，那你想怎么试？哼，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。随便你吧。你这一下山就是1年。可玩尽兴了，尽兴了，尽兴了。都去了哪些地方？去了柴桑城看花，还去了孤城观海。我一剑掀起那千层巨浪，那些渔民见了我，都还以为我是个小神仙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还去登了昆仑山。原来世上真有一个地方是常年积雪不化的。哈，山下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师傅。您不能下山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是不是还少说了一个地方？啊？雪月城来信了。写信的是雪月城的萧姓总管。
说让我们望城山赔他80万两银子。要银子干什么呀？他写信说，有一个叫李凡松的望城山弟子，把重金修建的登天阁给夷为平地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确实去了雪月城，闯了登天阁。可那登天阁真的不是我弄的，我。为师当然知道不是你做的。你若有此等修为，为师就算把这镇山的青霄剑给当了，也要把这钱给你还。不过这雪月城的萧总管也太坏了，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勒索我们。见到雪月剑仙了？啊，见到了。然后呢？问了剑仙一件。剑名？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。你和我一样幸运，我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曾见过那么美的一剑。月溪花尘。